好，今天是12月16号，第5章第3次上课哈。好，刚刚讲到那个 core 元件跟 IO 元件哈。那 OK， 那这个因为这份的影片是我之前去演讲的哈，所以我为了保持完整性嘛，以后我不想再重新再整理一次了哈。所以我保留一些重复的部分啊，并非重复的部分。那这边之前有讲过了哈，这是目前 GATS 的制程哈，这教过就跳过哈，这边蛮多重复的哈。那等效氧化层，大家这边我有加一些补充的部分哈，之前教的比较不清楚啊哈，等效氧化层哈，为了达到同样的吸值，但是你用 High K 会比较厚哦，High K 会比较厚。那可以避免get 到 channel 的传输效应，然后加一下但是 High K 比较厚我们加一下 High K 但是 High K 比较厚High K 比较厚，High K 比较厚，High K 比较厚，比较厚 ，High K 比较厚。可以比较厚，来，好，那这个也重复了哈，就不讲了，不讲了，这都不讲了哈，这不讲了，这不讲了，都不讲了哈。好。好，我们讲速度饱和，这个速度饱和也重复了啊，也就是再复习一下哈，再复习一下那个 mobility 也再复习一下哈。那 2D 跟 3D 的不太一样，2D 是大概电子是电动2倍，但 3D 的话差不多因为电动在这个侧面跑比较快比较快，所以大概1:1大概1:1而且那个电动的 straight compressed train 这个压应力的效果mobility 提升效果比电子强，所以大概就是现在目前大概是1:11:1纵使不是1:1，我们用 straight 调整方法让1:1，因为你 fin 你 2D 的话，我可以用设计位置你是可以连续性嘛，比如说我可以用，比如说90奈米、91奈米、92奈米，对不对？你可以用很精微的位置去插，但是你去辨别，但是你 fit 就是1根、2根、3根嘛，它可能一次就是插到10奈米、20奈米、30奈米。他们讲有点说是量化了借说的好像量子力学的量化，好像讲的好像很厉害这样不是什么叫什么 fin quantize 这跟量子力学完全没八竿子打不着，它还是 quantization fin quantization 这个是完全八竿子打不着了他们假高尚没那回事就是说。如果是那个要2根对4根或2根对5根，那就很难设计了，或2根对2.5根，那就很难设计了。我们尽量让它1:1，2根对2根，3根对3根，这样懂我意思吗？我们尽量让那个 FinFET 的电子跟电动模被一致一致，这样设计上比较容易，这样懂了吗？那我们现在看这个 Resogen Resogen 的话。坦白说，这是 IBM 跟 Intel 同时独立发明的啦，这也很厉害了很厉害。那细节的话你有兴趣的话，其实这个 Resogen 你要买 Apply 的设备了 ，Apply 有这个设备那坦白说，你真的是要买 Apply 设备，你才有办法仔细的去研究这个细节了那我们再大概讲一下了就是说。用那个超高真空去累积，那你同时你把那个细跟锗的气体超高真空去累积、去混合、去累积它就会应该在因为在超高真空下它速度很慢，它就用在最低自由的情况之下，它就会累积上来。那我们同时掺那个 boron 我们开 boron 跟 phosphorus 那就可以同时那个累积上来。我们说要先做那个recessed cavity 嘛就是做地下室，然后再 epitaxy
rest or drain pedestrian rest or drain 就可以做出这个累进那垒大一点的面积那降低接触电阻，降低接触电阻然后大一点的面积也比较多空间去做实力赛了比较多空间做实力赛这样子。那大一点的面积这边都有写大一点的面积，那你的 strain 的能力才会比较强你挤压两个大胖子在那边给你挤嘛，对不对大胖子，你坐飞机，如果坐飞机、坐公车或坐高铁3排的，你坐在中间，你是不是很怕左边是胖子，对不对当然我也是肥宅了肥宅旁边也更怕肥宅对不对尤其女生，对不对个子小小的，坐高铁坐中间，你是不是很怕左边2个是肥宅大叔？怕不怕？你就被挤压对不对？你只能这样做对不对？只能这样做，有没有越大旁边给你挤压能力越强，你是不是越不敢动？这边动，这边不能动，手不能放，就只能这样做，是不是？挤压能力越强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好，再把付费，对不对？把付费，那 SOI 也可以做都可以做只是这边是 Parasite 啦，它没有画出来啦。这是 Box Silicon这是 Parasite BOX Box Parasite 它没有画出来。好，那我们现在看几个重要的图这几个重要的图后面还有很多就自己看了就不会考那么细了啦我就教到我教的地方那我们看一下 Intel 22奈米22奈米这个是台式力赛，我说 Intel 跟我们讲做台式力赛，我说你不同的金属做，有的是做对 P 型的力赛好，有的对 N 型 P 力赛好，但是台式力赛是公平，它对2个都好，所以是做台式力赛。因为你做 C 赛，你不可能再分开做啦，那是多麻烦的事情做台式赛。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累积细则是香菇型你们讲义没有，后来加的。你看这是不是香菇？长得很像香菇，因为累积细上面累积细，它是非等向性嘛，大家都一样，你一样，你也一样，我也一样，所以大家就长成圆的，你懂吗？非等向性会变成圆的嘛，对不对？会变成圆的。好，那如果你是长细则呢？你下面是细，我长细则，我跟你不一样了，我跟你是异质材料咯虽然很像，可是还是不一样它会长成什么它会长成菱形的菱形的这是菱形的这边有参考文献，如果你是专门做这个，你再去参考。那考这门课你只要知道是菱形的就好了，因为它会长细则，它会累积方向会从一方面，它喜欢去那边累积因为自由人比较低啦。我突然机会发现半导体这边热力学蛮重要的，然后常常要去讨论自由人所以我寒假可能要把以前那个热力学的书拿来翻一翻不过我是以前念那个物理系的热力学了还写了给鬼看没有用我可能要去翻那个工程的热力学来看工程的热力学比较实用比较实用。物理系写的热力学是不晓得是给谁看的不晓得给谁看的私研的给那个高等的给科学家看的但是真的是比较不实用要是买比较工程的热力学来看它一些这些机制，热力学的机制这样子好，再来讲那个二维的就是说二维我们不是说22奈米就死掉了，对不对？其实没有，并没有，还有一只活下来我们说恐龙是不是死掉？其实没有，最后有一只留下来是什么？鸡留下来，鸡是恐龙现在有研究，恐龙没有完全灭绝是鸡我们吃的肯德基的鸡它是追溯起来它是恐龙它是恐龙所以这个就是恐龙的那个二维的 MOSFET 这个留下来了它可以微缩到14，其实它可以微缩，它可以再微缩下去，我解释一下那目前二维的微缩，像这个是波波方嘴国波方嘴很喜欢做这些特规的东西
因为他做不赢台积、三星跟 Intel，他就做特规的嘛，就是你要有差异性呐，你要有差异性呐。那国防自己在一些特高频元件特别强，因为国防自己是美国的公司嘛，美国公司就是很多做军火的，对不对？做军火的就是这种高频元件要很强，对不对？在卫星啊、飞机啊、军舰上面啊，这些雷达这些军武的这些半导体要特别强，所以他们都做很多这种军火特规的，他也不会给台湾代工啊，想得美，他们自己做的，这个有军事机密的啦，这不会给我们代工的啦啊，我们也吃不到这一块，但是也不用去吃啊，这个市场不大啊，这个市场不大啊，这有国家机密啊。好，它萎缩到14奈米啊，现在到14奈米，那就不萎缩了，再萎缩可能良率不高，或是很困难的很困难。阿抓辛巴可能是这个6奈米再做下去很难啦，再做下去很难啦，再做下去就不见了嘛，是不是？6奈米这几颗原子我们说那个 silicon 的晶格常数是5、6奈米，就是60嘛，就12，顶多就是12层原子，对不对？你再不小心氧化一下就没有了耶，是不是？就没有了呢，对不对？所以大概做到6奈米就可能就不敢再做了，对不对这是，但是后来这近10年发现这个石墨烯发明以后，大家科学家发明半导体的二维材料。我再强调一次大家都觉得石墨烯它好像很厉害。我跟你讲，石墨烯它顶多做导体跟超导体，它不是半导体。千万要记住石墨烯不是半导体，你不要哪天幻想什么台积电或者做什么石墨烯会取代什么半导体，你做梦啊！你做梦啊！永远不可能啊！石墨烯是导体，石墨烯导体，导体怎么可能取代半导体？不要开玩笑啦！你的导体能够取代半导体，那怎么当开关呢？请问一下，电线怎么当开关？你一条铜线怎么当开关？铜线就是铜线啦，纯粹就是导线啦，对不对？有些同学都不懂，就是看一些科普杂志啊，或是被一些不懂的老师耍的团团转。石墨烯就是导线，就是导线，纳米碳管也是，就是导线，就是导线，就是导体，顶多做成在低温下是超导体，在超导体也是导体，超导体也是导体 ，OK？ 只是电阻趋近于零，那是导体，不是半导体。唯有半导体才能做成五花八门的电子器件、电子元件，这样懂吗？要半导体才能做成逻辑元件，才能做成 CPU、GPU。你导体怎么做 CPU、GPU 啊？不要开玩笑了脑袋要清楚一点，好不好？上课修到这边，脑袋要清楚一点不要在那边幻想说我要研究什么石墨烯要取代矽，真的是疯了啦！我真讲你疯了啦你真的疯了啦！大陆人很多这样子想去骗经费，或是干嘛？去那个搞创投，然后去割韭菜，那就是大家这个程度太差，人民的普遍的科学这个知识不足这样子。很多被割韭菜，很多好，二维材料，那这个就是半导体MOS2 MOS2 这个就是半导体。那好，它现在找出很多这种二维材料是半导体，这个过渡金属硫化物是半导体，然后它还是二维材料它还是二维材料。那把这个结构转化成这个，那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大家看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那只是 get 坐在下面。那这个上几年，2016 Nature 很红这一篇Science 这边很红，这伯克莱这边非常非常红。那时候好像年度最佳论文是这一篇就摩尔定律可以做到哪里？他2016跟你讲1奈米没有问题，他实实在在1奈米，实实在在 get 值1奈米，不是等效的实实在在 get 1奈米。那说那怎么会没有什么穿隧效应？会不会？不知道，这里面的物理机制还是很深，大家科学家还是不知道。但是实验上已经证明出来了物理领域往往这样，实验走在前面。那爱因斯坦是例外了，或牛顿、马克思韦尔这种大神是例外，他可以用理论证明说，这个东西是存在的。那实验后来才跟上。但是以目前人类的文明发展在这边，通常是
这种大师已经没有了，已经该知道大家都知道，剩下都是跑电脑而已，没有办法用手算证明出什么东西了。大家对啊，这边也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哦，你也不要幻想你自己可以手算算出什么，算出一台什么什么无人机哦，没那回事哦。用手算算出一台超级电脑、量子电脑，没有哦，不要幻想了哦。现在做科研都是在砸大钱的哦。你要盖第4代、第5代核电厂，一砸就是1000亿美金哦。你要砸那个十二代线，就是要砸1000亿美金哦。你要搞高速粒子那个就是1000亿美金了，不要看一下哦，1000亿美金哦。特斯拉搞电动车也是1000亿美金哦，丰田要搞燃料车也是1000亿美金哦。你不要开玩笑哦，现在搞科研不是在那边几个人在那边胡搞瞎搞的这样子，在那边躲在实验室车库里面搞锅炉烧一烧啊，说写什么程式码的，没那回事了哦。这是1000亿美金的啊，所以现在搞科研蛮辛苦的啊，搞科研蛮辛苦的啊。好，1000亿美金，也许比较简单的项目100亿到1000亿是可以，但是真的诺贝尔奖等级的1000亿美金，记住1000亿美金呢是3兆哦。你要搞核融合是1000亿美金哦，那是诺贝尔奖的题目哦，1000亿美金，请记住哦啊。你说我立志得诺贝尔奖，你去哪里拿1000亿美金啊？我问你，你要打到太空做那个什么基本粒子辐射，那大概100亿美金可以啊。丁肇中就做这个，可人家已经拿到了100亿美金了，那早期20-30年100亿美金够了，可是人家已经拿到了，那怎么可能再颁给他？颁给类似的领域啊？扯远了，你知道现在做科研很辛苦的啦。很辛苦了啦，梦可以很大，可是高风险就是高什么，投资就是什么高报酬就是高风险，you know，OK，聪明的就懂啊，聪明的就懂哦，我再讲一次，聪明就懂哦。好，金斑界面讲过了，不讲，跳过。好，我们讲这个14奈米，我们看那个一个 get 跟 gate 哈，我们这里只有单纯讲 FinFET 哈。那微缩不止 FinFET 本身哦，你要看整个 get 跟你要看2个 FinFET 以上哈。那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指标叫做 contact gap pitch 哈，就是这一段哈 contact gap pitch。get 到 get 之间的间距啦哈 contact gap pitch， 那这个本身也要微缩，那会挑战就是 get 也要小，那是 spacer 也要小 contact 也要小，那这样子 inverter 整个才会变小，因为我们最重要做 inverter 还有 SRAM 嘛，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啊，这个逻辑元件最基本就是 FinFET 再来就是 inverter 再来 SRAM 嘛，对不对啊？这个整体要缩小，对不对？你不能说一个 FinFET 小。那一个 FinFET 跟另外一个 FinFET 隔很远，那这样也是没意义啊！你要整体都要挤得很近，所以 contact body pitch 整个都要一起想，懂吗？就说棋盘你不能说棋盘一个棋子做的很小啊，我跟另外一个棋子隔好远哦，不行啊，大家棋子都要挤在一起，就是这个概念啊，就叫 contact。get pitch get pitch， 好，这讲过了，这跳过了，前面就讲过了哈，这边看一下这前面讲过了再复习一下再复习一下，我会重复出现代表什么？重要嘛，是不是重要嘛？头脑要聪明一点嘛，那我干嘛重复放，对不对？重要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天天要Google 那个 YouTube 广告一大堆，代表那个有 LG 的那个 OLED 的电视，一天到晚看它砸大钱嘛，对不对？砸大钱嘛，才会一直看嘛，对不对？对不对？那你怎么看得到宏达电的广告？根本看不到，没有钱嘛，是不是？这重要嘛，才会一直出现嘛，砸大钱才会一直出现嘛，对不对？有时候讲一些东西一些道理很多现在你们学生听不太懂，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教改的原因还是怎么样？你自己想想看都想想看自己想想看，聪明一点到研究生我们要聪明一点
啊，不要傻里傻气的啦，傻到30岁会被笑的，现在可以了，大家嘻嘻哈哈的耍哈能可以啊，30岁出社会会被笑，会被笑，真的会被笑啊。聪明人不会跟你相处。好，OK，好，这里重复了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估算啊，哈，这估算这也不用硬背啦，反正是根据什么 constant field scaling 啊，constant field scaling 大概知道22奈米大概是这个，然后以下就乘以0.7、0.7、0.7、0.7这样去估，就是这样子啦。大概是这样 constant field scaling 写一下。定电场微缩，定电场微缩，定电场，然后写3遍，写在这边写3遍，定电场微缩，定电场微缩，定电场微缩 ，OK。定电场微缩，唯有一个很难定电场微缩，就是 Galen 很难定电场微缩，也不一定啦，这个也不一定说 Galen 很难定电场。我这个有没有乘上0.7？25乘上0.7好像也没有哈，20乘上0.7，差不多有16乘上0.7好像就没有了哦，13乘上0.7，13乘上0.7。差不多有啦，差不多有啦，或者很危险了哦，这块有穿隧效应所以一般 Galen 值大家认为大概极限大概是12这样子，再下去就危险了这大概是你乘上0.7啦，大概乘上0.7，所以到这边5奈米以下真的很难做，因为已经快要撞到量子极限，快要撞到量子极限。可是今年大家可以看新闻我下礼拜再补充paper 我还没看到我会去找，应该可是 paper 要晚一点才会公布。IBM 跟 Intel 同时个别发表等效1奈米的电晶体技术我不晓得他们怎么做，他们说做垂直的啦，我去找一下资料好不好？好神奇哦！我想这是对大家是好事，对整个半导体业界都是好事等效的1奈米代表半导体至少可以再延续10几年的好光景我说现在是半导体的第2个黄金10年所以你们现在毕业至少还有10几年的好光景那你至少你可以年薪200万，可以赚个10几年没有问题啦。那你说不想赚这么多钱，那我也可以啦，也可以啦，人各有志中鼎30人各有志好不好人各有志，我只能点到为止了好，这是 N14分费了N14分费N10反正都一起变小嘛，你看上面的数字，大家给我一起变小小变小小，变小小，变小小一起变小小，一起变小小，一起变小小。Fin 的话就变什么高寿密嘛FinFET 的 Fin 它的绰号是什么？高寿密高寿密一起变小小这个谁记得住啦？你老师你自己考试自己翻谁记得住啦？印度人可能记得住了印度人不记这个，他记拍了我们赶快叫他们记拍我们赶快叫他记拍，送给他们这样子因为送给印度朋友或是其他东南亚朋友，我们就送拍的表，在框金给他们，好不好好，这就不看了。这5奈米以前都不敢预测，这个资料在5年前的了它可以预测到4奈米，5奈米都空如也，人家5奈米已经量产了对不对？5奈米可是现在填得上去吗？也是填不上去，为什么？没有一家要公布，没有一家公布了。Intel 以前还会很大方公布 ，Intel 比如说假设它7奈米现在量产它会公布，它现在不敢公布了，它现在不敢公布了，为什么？台积三星实在太可怕了，我一公布台积三星马上追上来了，那台积电永远不公布，我们台积电才是最可怕的，会咬人不咬人狗是最可怕的那个比特犬，比特币我这不小心把它讲成比特币，比特币也很恐怖，对不对？波动来波动去的，跟比特犬一样，买比特币的话，搞不好就跟比特犬一样被咬死买比特币现在一颗是5万块美金瞬间变成零，会不会死？你买10颗比特币，顺便会零，顺便贬值变成零，你会不会像被比特币咬死一样？会呢，差不多呢，等值等价effective 的好可怕
啊，玩比特币跟玩比特犬是一样的。懂，聪明的就懂，好不好？啊，好，我们看一下，好，这个简单带过。我看我有写笔记的，我有框重点在看哈 ，City Style 哈，City Style 啊，High K 哈，1奈米的我们要做那个interfacial layer 啊，因为 High K 跟 Silicon 它还是有比较差的界面，那我们要做1奈米 SL2 当界面层叫 interfacial layer， 记一下啊，记一下啊，上次好像也有讲嘛啊。要记一下啊，这个 interfacial layer 也很重要，这一层做不好，你还可以直接跟那个 silicon 接触，会有很多的界面缺陷，那元件特性会不好。这个 interfacial layer 蛮重要的，蛮重要。然后我们系上张老师是这个领域的世界级权威世界级权威很多技术我也是跟他请教的跟他请教的，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FinFET 这个 FinFET 这个 PMOS 这个是细则是菱形那刚解释过了好，我们看一下，这是菱形这还有保留，有保留，你看见保留出现2次咯这样知道了这重要嘛重点才保留嘛重点才保留，对不对好，来那个斯利萨，对不对？斯利萨这边抄一下首先这是 N 费，所以是CP AP 的 CP CP 台斯利萨它在上面这一盆，这个挖工是斯利萨，然后下面是 CP 下面是 CP 所以它先挖地下室长2楼，然后再挖一个挖工做斯利萨。然后再填 M0， 对不对 ？M0 就 tungsten block， 对不对？好，这重复了重复了，这重复了，重复了。这个 CP 是香菇型，重复了，重复了。High V 有没有做大颗？它做大颗，大的被大颗的，耐高压。这重复了。我自己看考试我可能截图问你一些重点，只列举，比如说5项重点这样子重复了，自己看。好，这边讲一下这个新的笔记会有这个这个是去年新的，去年前年 ，sorry， 这前年是10奈米，今年7奈米，好狠Intel 追很快一般是2年一代，它现在追很快，它1年一代很可怕所以今年已经7奈米了所以去年是10奈米，今年就7奈米了很快真的很快。我讲错了，去年是10，今年是7很快10还不太好，7真的很强7真的很强10奈米的 Super Fin Fin 这个是11代，很烂，相对不是很好，not good， 但12代是7奈米，12代是7奈米。那个Silicon 的10奈米 Super Fin 呢，它有用什么样的新的技术呢？这个只是参考一下它一样它用更强的什么 epitaxy 增加 strength 允许更多电流通过，就是 strength 就是mobility增加写一下mobility增加再来呢，杂极用更高的驱动电流这边也是我讲错，这个 R 下降这个是 R 下降我重来，我用红色笔sorry， 我重来一次我把这个取代掉我们就照他的讲好不好？我就照他的讲也许他讲的，因为可能就是这个很多东西都耦合在一起啦，我们就是照他讲好不好？这个 R 下降R 下降，提升电阻下降，那这是mobility上升，好不好？这个真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做了，没有人知道他怎么做了这个真的他加一个 MIN 怎么加不知道怎么做
那新型的 Barry Conte 就是说 M0啊，M0的这个 M0的 T， 我们说 Tungsten 是要用那个 TI 当主账层，TIN 当那个所谓的粘合层嘛，哈，它这边换材料了，就 M0换材料了。那 N0 可能 N0 Tungsten 有没有换？可能也换了，所以 N0 改善 N0 啦，改善 N0 的啦，改善 N0 啊，写一下改善 N0 啊，N0 换掉了，所以它的 R 也变小了啊，R 也变小了，所以它提高这个几个技术，但是这不是釜底抽薪，它釜底抽薪是在7奈米，但是怎么做？它这次不公布了。他这次不公布了，他7奈米这次不公布了，他现在的7奈米就是台积电的5+啦，啊、甚至5++，它的现在7奈米技术相当于台积电的啊，Intel 现在的7哦，啊，Intel 20，今年是2021嘛啊，Intel 的2021的7，啊，Intel 的2020.7大概是台积电的 N5++。啊，会喷那个线会跑来跑去。那他今年不公布他的技术细节了，不公布了。他也许 Fin 变得很高，他也许 High K 换材料，也许 High K 换材料，那也许 N0 换材料，也许他用新的 Strain 的技术，他都不讲了，都不讲了，哦，都不讲了，哦，都不讲了。所以他大概给你一个guideline，给你一个大方向，我改善了什么？但是我怎么做？很抱歉，我不会再像14奈米跟22奈米，我老老实实一五一十的跟你讲，还有 T 验什么啥的给你看了，都没有了，都没有，电信图也没有了，临界电压值、iSet、iLinear 的值、SS 值全部都没有了，都没有，都没有，知道吗？啊、哦，他也怕到了啊、哦，他也怕到了。好，就大概给你一个概奈这样子啊，给你一个概奈这样子啊，给你一个概奈。好，那我们看一下最后2页哈，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哈？这个是来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时候发表的？这2013发表的嘛，2013发表。他说2013我们大概在这里，我们现在2021已经在这里了，好可怕哦。所以八 A 产业很竞争，代表它的什么？那个巴菲特也讲什么？它的护城河很深呐、它的城堡很大，护城河很深呐、所以为什么全世界是只剩下3个 player， 台积、三星、Intel， 其他进不来，欸。你说其他什么马来西亚，其他你念得出来国家，英国、美国，还随便你喊出来所有国家啊，什么机器啊，乱七八糟，你喊出来都进不来了，全部都要跟我们要了。所有做汽车的大国全部都要跟台积电拜码头了，不好做啊，真的不好做。所以我们台湾人的智慧，台湾人努力才能达到，不好做了。好，不要妄自菲薄，真的，真的不容易啊。2021啊，2023发表了哈，说我们到哪里了？那时候说到可能会到10奈米，很抱歉啊，现在已经到5奈米加的啦，5奈米加啦，N5+啦已经到这里了啦。那时候还在猜说7奈米可能要做什么 static narrow wide， 我下礼拜会教什么叫 static narrow wide， 我下礼拜会教那可是现在没有，现在还是 FinFET， 现在还是写一下2021还是 FinFET， 2021还是 FinFET， 我们现在买到还是都是 FinFET， 现在都是 FinFET， 有啦，那个高通有三星有帮高通做 GAA 啦，好像都挂了啦。都挂的那个高通气死了，回来台积电下单啦。高通现在被梁科打趴，打在地上摩擦，你知道吗？对不对？大家现在买手机没有几乎买很少那个高通的CPU 非常稀少，对不对？非常稀少，跟日历的日本，比如说
原装的压缩机一样稀少，为什么？因为被三星做烂，对不对？所以高通也是气到快吐血这样子啊，因为 GA 也很难做，很难做啊。好，就这一章就是考到这里哈，考到这第5章就是考到这里，好，第5章考到这里，好，今天这堂课上到这里哈。那这一章这个讲的蛮快的哈，尽量就是我有打星星的哈，就是前面10几页特别重要，还有后面特别我停下来讲特别讲的，啊，有特别打中文的地方哦，就特别重要，好不好？还有几个特别观念。那个香菇啊、莲琴啊等等这些的好，